嗨，大家好，欢迎回到我的频道。今天是4月30号，4月的最后一天了。时间过得好快呀！我看了一下，上次上传视频已经是整整2个半月之前的事情了。明天就是五一，大家小长假有什么规划吗？黄金周你们都打算去哪里玩呢？我目前来说没有什么计划，因为五一期间去哪里的话都人比较多嘛。虽然日本不像中国那么拥挤，但是一到长假的话，大部分人都还是选择出去旅行啊，所以景点就会比较拥挤。酒店的费用呢也会增加，机场呀，或者是大巴呀，这些地方都会比较拥挤。所以比起来去各个地方挤着排队，我宁愿选择待在家里边。在家附近的公园走一走，看一看喜欢的剧，读几本一直想读的书，就是让脚步慢下来吧。我觉得，假期对一部分人来说，可能是一个难得去旅行、去外边看世界的机会。但对我来说呢，假期恰恰是一个可以不用按着计划，不用早起，可以随心所欲，好好休息的时候。所以这个五一假期我并没有特殊的安排，就看心情，看情况再定吧。已经马上就进到5月了，但今年天气还真的是挺特别的。我记得在前几期视频当中也跟大家聊过，今年春天会比较冷。果不其然，今天的温度是13到16度，我的毛衣还没有脱掉。基本我待在室内的时候就会穿着毛衣，但是要出门上班呀之类的，就还是会换的薄一点的衣服。就大部分人都穿薄薄的一层，甚至有人穿短袖的时候，觉得自己穿着毛衣的话，好像还是很显眼。所以出门的时候就尽量迎合大家的脚步，保持一致，不要显得特别突出。但是在室内的时候，我一定会穿得暖暖的。而且穿衣服的标准呢，其实仅仅做到不冷是远远不够的。真正比较健康的标准呢，就是你的手脚都是温热的，这样触碰起来是很温暖很舒服的。其实这才真正的起到一个保暖的作用。最安全最妥帖的方式呢，那当然就是尊重你自己的感受啦。你真的觉得很热的情况下，就穿得薄一点。如果你觉得即便到了春天，甚至刚刚已经要入夏了，但还是很冷呢，这种情况下呢，当然还是保暖优先啦。毕竟我们身体的能量不用的时候可以存储在体内呀，对吧？用来对抗低温的话，有点太浪费了。身体存储的能量还是到关键时候让它发挥作用比较好。你们觉得呢？跟大家说一下这次停更的主要原因。第一个呢，就是花粉症加感冒。在入春的时候，气温就是冷热交替，所以就不小心感冒了。所以那一次感冒还挺严重的。一开始是流鼻涕，身上发冷，头疼，这样拖了有差不多1个星期。刚刚好一些之后呢，又开始咳嗽，咳得很严重，就有的时候咳到呼吸都有点困难，甚至觉得肺都有一点点疼。当然我也紧急的就吃了一些个中成药，
情况慢慢好转。等咳嗽也完全好了之后，就差不多是3个星期的时间了。那接下来紧接着就开始花粉症。我的花粉症其实不算太严重的，但是即便不严重呢，初期也还是会流鼻涕、打喷嚏。那鼻涕有的时候就不受控的流下来，像清水一样。接下来还伴随着眼睛痒，就是痒到有点忍受不了，都恨不能可以用手挠一挠的感觉，真的挺难受的。所以那段时间家里的这个面巾纸用的特别快，就是这样盒子的纸，差不多1天就可以用没1盒，全部用来擦鼻涕了。对，所以那段时间还真的是挺难受的。其实治疗花粉症最正确的方法还是应该用中成药，就是一些排寒排湿的药物，这样吃下去给身体助一臂之力，让它加速排除这些不好的东西。但现在流行的治疗花粉症主要的方法呢，就比如说是吃药抑制你身体，让它不要有反应甚至有这个所谓的激光治疗，把这个鼻子内部的某一个部分，据说用激光这样照一下，让它失去敏感度。人对花粉的反应其实就很像家里的报警器在响了的感觉。那我们都知道，有坏人侵入的时候，你的报警器才会响。所以这个时候要做的呢，是提高警惕，而不是嫌这个报警器太吵，拿剪刀直接就剪断了，让它不要再报警。这其实就是个掩耳盗铃的做法。但是现在的这个医疗方向就在往这个方向走，真的没有办法。这也是为什么好多人觉得花粉症难以根治的原因，因为走错方向了嘛。总之呢，春天这一阵折腾下来，基本上就耽误了1个月了。刚刚想着要开始恢复视频更新的时候，就传来噩耗，我姐夫生病了。这也是我停更的第2个主要原因。我前面也跟大家提到过，我有一个姐姐嘛，我姐姐只比我大5岁。是的，那收到这个短信的时候，就短短的一行字，说你姐夫生病住院了，脑淤血非常严重。我当时看到这几个字，真的觉得是晴天霹雳。对，一点都不夸张。晴天霹雳的意思呢，就是在大晴天突然响起了雷声，那这个意外程度是可想而知的。当然它用来描述的场景呢，基本上都是不好的事情，消息或者是事故之类的。所以我当时看到这条消息之后，立刻就把电话打过去了。电话接通的一瞬间，真的，我跟我姐2个人都是眼泪都忍不住就掉下来了。因为在中国传统的家庭环境当中，就任何一个成年人倒下了，这个真的都可以理解为是毁灭性打击，就相当于家里的顶梁柱塌了。因为在前边那个视频当中，我也跟大家聊过，说虽然意外是一直都在发生的，但总觉得在自己认识的人或者是亲人身上不太可能发生，总觉得大家应该按部就班的从小长到大，然后青年、老年，然后再慢慢离开世界。所以总觉得来日方长，还有很多很多时间。尤其是我姐、我姐夫都才比我大几岁，
他们的身体状况平时也都特别好，所以这也是让我觉得特别意外的地方。我姐夫那边就紧急入院做手术，其实整个救治过程呢已经是非常迅速了，也还算比较顺利。但是问题就是现在为止都快3个月了吧，人还是昏迷不醒。医生呢也说该做的能做的全部都做了，手术也算比较成功。这个期间就是我姐姐，还有我父母，还有我姐夫的家人，这样轮流照看。在中国呢，整个医疗条件或者是专业程度跟日本是没有办法相提并论的。你看，在日本如果出现这样重大的疾病，那一般是会有护士护理的。在中国呢，因为整个医疗条件都比较紧张嘛，医生护士其实数量是远远不够的，所以医生会做手术，护士呢会过来帮你换一下药呀，查看一下情况。但其他日常的护理呢，全部都需要你的亲属来照看。基本上就是几个亲人吧，大家跟我姐一起轮流照看。所以无论从经济上还是体力上，对人的压力都是很大的。好在我姐家的孩子已经长大了，女儿呢今年就大学毕业，儿子今年上高一，基本就是住在学校。所以我姐主要的压力呢就是照顾病人，还要赚钱。所以这个事情看似就很无解，因为你只要在照看病人，那基本就是24小时不能离开医院的。那你怎么还有时间去赚钱呢？不过好在我姐夫有上医疗保险，这次手术费总共花了14万人民币。我算了一下，大约就相当于300万日元。2份不同的医疗保险，都可以报销，总共报销了将近15万，所以就相当于家里没有出钱。但现在的困境就是人昏迷不醒。医生的原话就是说，人即便能醒过来，也不能像以前一样正常的工作了。也就是他能照顾自己，就已经算成功了。我当然很担心我姐夫了，但是呢，也更心疼和担忧我姐未来要怎么办。那段时间真的是觉得挺难熬的，因为我姐跟我从小一起长大嘛，后边等到上大学离家，跟她相处的时间就变少了，但是一直都是通过手机呀、电话呀，还有微信呀、视频呀之类的，一直在联络。所以人虽然离得比较远了，但是情感都在的，所以还是觉得挺亲近的。所以他身上发生这样的事情，就对我冲击也是非常大的。所以这段时间就很焦虑，不但我姐，我还有我的父母也都非常焦虑，就是一起在想办法，怎么样可以突破眼前的困境。等我姐夫的情况都稳定了之后，就一直在跟他探讨未来要怎么办。现在的状况就是我姐夫主要由他的家人在看护，我姐呢现在在学习育婴，育婴就是照顾婴儿。那这个在近些年的中国，这个市场需求还是蛮大的。虽然出生人数在降低了，但是毕竟中国的人口基数在那摆着呢，所以即便婴儿出生的再少，那
比起其他行业来说，也还是一个很需要人手的行业。对，而且我姐也比较喜欢孩子嘛，她自己也养了2个孩子。所以学起来育婴呢也比较得心应手。后边她说去学这个的时候，我特别开心，我就直接把学费就给她汇过去了，奖励她重新开始学习新东西，其实也是想给她一点点助力。我知道她家暂时也不缺钱，因为这么多年都还是会有一些存款的。但是毕竟长期来看的话，她需要有一个能撑起这个家开销的一份工作。所以育婴呢，虽然辛苦一些，但收入却还是不错的。而且最重要的是，她也很喜欢孩子，所以看到她这样终于找到出路了，我悬着的心也才算放下了。就还是挺感慨的，就真的觉得人生很无常。但是在震惊难过之余，我们能做的事情就必须是坚强起来，然后慢慢的找出一条新的道路吧，走出困境。就这段时间真的是过得有点度日如年的感觉，就心每天都悬着，就担心我姐夫，担心完我姐夫之后又担心我姐，然后又担心在周围照顾的人身体能不能扛得住，也担心治疗费够不够。当然我当时事发之后知道消息，第一时间就转了好几万块钱过去。但我姐没有收，她说现在费用一点都不用担心，足够的，等不够的时候会跟我开口的。现在呢，基本上就是大的风险已经过去了，所有事情也慢慢在好转，所以心情也定下来了，所以就想跟大家汇报一下。所以我们每个人还是要尽可能的多关注一下自己身体的感受和变化，有了不舒服呢，要尽快去看医生，然后也要定期去体检，防患于未然。总之呢，身体健康是第一位的。从今天开始，尽量吃健康的食物，尽量保证充足的睡眠，保持愉悦的心情。比起健康来说，很多事情真的是没有什么大不了的。有健康才有一切可能嘛。好，那最后就祝愿大家都健健康康、平平安安的。我们就下一期再见吧，拜拜。